小米13 Ultra、三星 S23 Ultra， 今天就来看看这两个 Ultra 谁行谁不行。那小米13 Ultra 作为一台影像方面非常厉害的手机，前几期节目中呢已经看到它的实力了啊，确实不错。但是它是三星 S23 Ultra 的对手吗？那三星作为全球手机销量的老大，它的旗舰产品 S23 Ultra 在影像方面也是非常厉害的。但是它是小米13 Ultra 的对手吗？那这期呢就来给一个结果。那正式测试前呢，还是鼓励摄影环节，我会用手机去瞎拍一些照片，拍得不好抛砖引玉，主要是希望您也可以参与到摄影中来。前面的照片不用问是哪台手机拍的啊，因为是台手机就能拍，关键是您得参与到摄影中来。欢迎收看 ZPH，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因为这样对我们独立发展非常有帮助。那下面呢，就来看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对比呗。这两台手机的后摄焦段配置还有拍摄界面，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了。那这里呢，就提醒一下啊，它们都是光学定焦镜头，注意是定焦，没有光学变焦，没有光变。还有呢，下面的对比呢，就会围绕这些厂商给出来的焦段来进行对比。首先呢，我们还是先对比主摄。从参数上说，感光器尺寸是小米的更大，原生像素是三星的更高。但是呢，在白天的对比啊，这个环节是最没有悬念的，因为毕竟是白天嘛。那么你们觉得哪边肯定能赢呢？第一组对比，小米那边用的是徕卡经典模式，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成像色彩呢？那中心解析力方面啊，两边在光学方面都不错，但是三星的锐化有点重。镜组的光学质量方面，其实小米在1英寸底的手机里边，边角画质把控已经算不错的了。当然，三星也算是1.3分之1英寸里边把控的非常好的，但是呢，还是三星的更强一些。这是因为它的感光器更小，边角画质呢理应更好把控。还有呢，小米那边用的是徕卡经典，所以暗部细节呈现呢稍微弱一些。这组小米就用徕卡生动了啊，这回颜色的差距呢没有上一组那么大了。中心解析力呢，两边还是很接近的，而且这回锐化看起来也差不多。另一边的边角画质呢，这回可以说是差不多吧，两边。三星的主摄比较强的地方就是白天2.1像素的解析力了。小米的主摄呢也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，但是跟三星比呢，无论是比多少张，在解析力上也是不如三星的。再看超广角镜头，从参数上说呢，小米占尽了优势，原生像素是它更高，光圈是它更大，而且视角也就是等效焦距也是它更广。第一组实拍，小米用的是徕卡经典，两边的颜色差距是非常大的啊。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呢？那视角的差距也是非常大的，这个红边就是三星拍不到的范围。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两边是差不多的，而且都有锐化。镜组的光学素质，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，这个不出所料啊，就是三星的更好。这是因为小米的视角更广，而且光圈它还更大，这些呢都不利于它把控边角画质。但是作为镜头来说，尤其是超广角镜头，光圈越大，视角越广，那肯定越好啊。再看一组对比，这回小米用的就是徕卡生动了啊。徕卡生动的颜色呢，在这个场景我也觉得没多好看。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呢？中心解析力方面，这回仔细看的话，是小米的更优秀一点。另一边的边角画质呢，不出所料还是三星的更好一点。但还是那句话啊，超广角视角越广越好，而且这回小米的光圈还更大。小米的超广角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，但是看过前几期的朋友都应该知道啊，它的高清模式表现并不是很理想。不过呢，在解析力方面依旧超过了三星的超广角。微距对比又到了小米13 Ultra 的弱项了。这两台手机拍摄微距最好的镜头都是超广角镜头，其他的镜头倒是可以拍微距啊，但是解析力都没有超广角的好。从实拍样片上看呢，小米13 Ultra 的微距啊就是不行。
中长焦镜头这块参数都列这儿了，就不一一念了啊。这里就说一下，三星之前在这个环节是非常强的，那是因为它的中焦和长焦镜头对焦是非常厉害的。但是如今的旗舰手机，比如说小米啊、OPPO、vivo 还有华为等，他们的长焦镜头对焦已经非常厉害了。那三星在这个环节的优势呢正在消失，那剩下的呢就只能看解析力了。第一组对比还是先看2倍焦段，小米这边用的还是徕卡经典，颜色的差距两边是非常巨大的。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呢？不过解析力方面啊是没有悬念的，三星在2倍是非常弱的。我感觉在2倍数码变焦方面呢，现在是台手机就比三星强。现在小米是3.2倍，三星是3倍。这回小米用的是徕卡生动，颜色的差距两边没有刚才那么大了。由于小米的焦段更长，那拍摄的物体呢就会更大一些，字体呢比三星更好辨认。但是呢，从光学上说，两颗镜头的表现还都是不错的。现在是5倍焦段的对比，三星只能靠3倍镜头的数码变焦了，小米可是光学镜头。在解析力方面，小米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。上期小米跟 vivo 的对比中，10倍焦段小米是更强的，这让我很期待这次它跟三星10倍光学镜头的对比。那么在解析力方面仔细看的话，还是三星的更强一些啊，但是强的已经不明显了。虽说强的不明显，但是这点差距呢，好在能体现在每张照片中。比如说这阴影中的野生烤鸭，在毛色还有眼睛方面呢，三星还是更强一些，就是噪点重一点。那毕竟在阴影里嘛，小米这边的光圈更大。前摄自拍用的就是默认设置没用人像模式的前摄，即便如此，小米的美颜还有磨皮也是非常重的。不过呢，我这针眼小米倒是拍出来了，就是我上火起了个针眼嘛。不过你都磨皮了，你都美颜了，你怎么还把针眼给保留了呢？相比之下，三星那边还是很真实还原的。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表现呢？前摄录像这块两边的表现都属于上乘的，无论是防抖还有清晰度都非常好。就是我最近上火啊，看着太憔悴了。人像拍摄的表现是因为我戴帽子了吗？怎么三星的脸这么黑呀？但可是小米的脸怎么就不黑呢？那说明三星在拍摄人像的时候还是欠考虑呗。虽然说小米那边美颜呀、磨皮呀、修图啊看着更重，可问题是这两组照片放在一起，谁会喜欢三星的呢？直出宽容度原来一直是三星的强项啊，可以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。但是这代产品三星的直出宽容度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差，而且上市这么长时间了，也没有通过软件升级进行改正。比如说前两个场景，主摄跟超广角的表现，三星还可以说可以，那是因为难度低。那越往后它是越不行。那比如说这个场景，三星的暗部已经出现了死黑，跟小米比呢差的很多。超广角的表现就说比主摄强一些吧，但是跟小米比呢也是不行。随着场景的难度不断增加，三星的主摄还有超广角的表现可以说是越来越次。哎，我都懒得说它了，我就想问问三星的工程师，你们是不是缺心眼啊？夜景拍摄，两台手机都可以关闭讨厌的自动夜景，这点非常好。那第一个场景主摄的表现，注意看亮部细节啊，小米的表现更好一些。超广角呢，两台手机差不多。2倍的对比区别也是在高光啊，注意看老爷爷的 logo， 三星的表现更正常一些。3倍的表现呢是暗部细节呈现，三星的更好。5倍的表现，无论是亮部细节还是暗部细节，都是三星的优秀。场景的难度再提升一些，先看主摄的表现，暗部细节呈现是三星的更优秀。超广角无论是亮部还是暗部都是三星的更好。2倍的表现两边是差不多的，3倍的表现三星的更优秀，5倍的表现也是三星的更好，一直到了10倍还是三星的表现更优秀。而且呢，这个场景10倍端拍摄，三星用的还真是10倍镜头。好，场景的难度再提高一些，主摄的表现亮部细节是三星的更好，超广角呢亮部还是三星的更好，但是暗部呢就是小米的更好了。那这回从2倍开始，暗部细节呈现就是三星的更好了。那3倍还是三星的更好，5倍依旧是三星的更好，10倍还是三星的更好。而且这个场景10倍三星还是用10倍镜头直接拍的。昏暗的城市道路上，这个场景还是非常的暗啊。主摄的表现从细节呈现上说，两边是差不多的。超广角居然是三星的更好，别忘了小米的超广角光圈可是更大呀。2倍的表现，注意看啊，居然是三星的清晰度更高，这点我是没想到的。他们都是用主摄的数码变焦拍的，小米的感光器可更大呀。3倍端的表现，三星已经有点扛不住了，毕竟这个场景非常的暗，噪点呢，三星这边已经飞升了。5倍的表现依旧是小米的更优秀。到了10倍，三星终于不坚持用10倍镜头来拍了，它用3倍镜头的数码变焦。那小米呢是用5倍的数码变焦拍的。那前面跟生活比较近的场景都测试完了，现在就是极限场景要打开夜景模式了。祖传神助场景主摄的表现两边都非常不错，超广角呢也不用分谁强谁不强了。健身器场所主摄小米还是有些轻微偏色，三星呢有些太艳丽了。
但是解析力呢，两边是没有区别的，我就不放大了。超广角的表现，三星的稍微好一些。两倍端的夜景模式细节呈现也是三星的更丰富，三倍端的表现从细节上说也是三星的更好。那五倍端的表现要说一下啊，小米已经打开了自适应镜头，但是在这个场景下，小米依旧是用5倍镜头来拍摄夜景的，而三星已经是主摄的数码变焦了。祖传神助 Pro 场景主摄的表现终于出现了差距，放大看呢，貌似是三星稍微清晰一点，但是它已经到了极限了，尾色还有噪点已经非常严重了。超广角的表现依旧是三星的更好，小米超广角的大光圈到底有什么用呢？不过是台手机在这种场景都不要用超广角拍了。女流氓小巷没有开灯，现在是最暗的场景，主摄的表现小米终于是一下子就超过了三星，但是表现呢也是够惨的。超广角的表现也是超过了三星，那也就是说极暗环境小米是有优势的，那普通的生活场景呢，三星稍微强一点点。视频对比，为了让大家了解微信等社交软件录制的效果，我们用的就是手机的默认设置 1080P 30帧。现在是主摄手持走路防抖的表现，两边除了有轻微的颜色差别以外，其他的地方都非常接近非常好。超广角的表现跟主摄一样，除了有轻微的颜色差别之外，两边是非常接近的。现在是2倍端录像的表现，小米这边的颜色有点亮堂三星沉稳一些，但是清晰度小米的更高一点。现在是3倍端录像的表现，颜色的区别跟2倍端一样，这回清晰度两边都很不错，防抖也都不错。现在是5倍的表现，小米这边5倍是光学镜头，三星只能靠3倍镜头的数码变焦，防抖都不错，但是清晰度是小米的更高。现在是10倍录像的表现，小米那边的清晰度还是不错的但是防抖是没有三星的好的。现在是夜晚主摄手持走路的表现，小米那边的鬼影实在是太重了。现在是超广角夜晚录像的表现，效果上俩人就谁也甭说谁吧，小米的稍微强一点点吧。现在是3倍端录像的表现，小米这边用的是主摄的数码变焦了，这个鬼影太重了，要不然比三星那边强很多。三星就是用3倍镜头拍的，所以效果不行。5倍的录像也是如此，小米除了鬼影以外都是它更强。10倍呢，我实在是没拍，夜里呢我也不知道该指向哪儿拍。工业设计方面，大家对他们的造型应该都比较了解了吧？毕竟上市了有一段时间了，我拍这视频呢也没有检查，噪点有点多大家就说一下你们更喜欢哪边的造型吧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就直接总结他们在影像方面的表现吧。先说白天的表现，主摄是三星 S23 Ultra 的更好，超广角是小米13 Ultra 的更好，那中长焦及以下是13 Ultra 的好，超长焦及以上是 S23 Ultra 的更好，微距 S23 Ultra 的好，前摄两边都很优秀，人像呢是13 Ultra 的更好，宽容度也是13 Ultra 的更好，夜景呢城市环境 S23 Ultra 的好，极暗环境是13 Ultra 的更优秀，录像白天两边都不错夜晚就是13 Ultra 的鬼影太重了。OK， 到了结尾了，那看完上面内容，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一些帮助，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